本节目由痛快中国燃的康师傅冰红茶独家冠名播出。厦门的清晨从海上开始，太阳新鲜升起，开启城市与海的永恒对话。这是鼓浪屿，这是厦门岛，这是吴磊。城市探访者吴磊来到鼓浪屿，算了，不放了。安保这里，我为大家保驾护航。埋怨只是懦弱的表现，努力才是人生的态度。团长，加油！可以下船了。今天海鲜大丰收，早上4、5点钟就来海上拿货的杰哥乐得合不拢嘴。太阳回归大海，沙坡尾的灯亮了起来。在这里成为网红景点之前，德国人大卫和他的酒吧已经在这里了。鼓浪屿之行第一站，吴磊来打卡一个岛上的顶级餐厅。你好，欢迎来到管风琴艺术中心。你好，你好。那这一架我们管理这一架琴的名字呢，叫波士顿灵光堂卡萨翁700号管风琴。就是它是这一家管风琴制造公司的第700架管风琴。对，然后后来因为一系列历史原因，是被鼓浪屿上的一名澳籍的爱国华侨买下来，所以来到了这里。然后这里是他的演奏台，就是演奏的人在这里演奏。对，在这里弹。那前后2部分呢，都是他的琴体。吴磊看到的是亚洲最大的双管风琴，有上百年历史，2层楼高。吴磊置身的这栋楼就是专门为这个管风琴量身建造。我太荣幸了，我真的太荣幸了。巴赫的音乐响起，宏伟壮丽，42吨的管风琴仿佛化身神明。音符轰鸣落下，像潮水从4面8方冲击着聆听者。吴磊完全没有想到会遇到这样的感受。哇，我有点情绪激动了。哇，这个真的好，谢谢。哇，你这个真的太厉害了，哥！我真的没办法跟你用我的言语来表达我的激动。我说真的，我刚刚情绪特别激动，因为我特别喜欢听音乐，我有特别多的就是我自认为觉得是最顶级的耳机设备。我刚刚坐在那儿，我觉得我那些设备都白买了。我觉得我白听这么多年的歌了，我真的往那儿一坐，我就真的觉得此曲只应天上有啊！真的。你想不想尝试一下这个琴的最大的音量？可以吗？可以的，我们来试一下。来，你弹一下。太爽了，真的，这个真的，我可以再按一次吗？可以。我太感动了，我真的太感动了。我以后想在这里结婚，你知道吗？哇，我对这里有点恋恋不舍。我以后还会自己再来这里的，真的。这个音乐真的让我感觉我今年所有疲惫我都放下了。我感觉今天来到这里，我真的整个人都非常解压。海边空气就是好。不知道是因为长大了的原因，因为我小时候来过一次鼓浪屿，但我这次来鼓浪屿感觉到了跟小时候感觉不一样的风情。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小岛。
有非常有意思的文化，很有意思的人。对，我们接下来要去下一个场地了，下一个地方。我也不害怕。天气好，大卫、婷婷带着2个孩子来厦门老城区散步。德国人大卫和莆田人婷婷在厦门一见钟情，定居下来。因为喜欢走街串巷，大卫比土著婷婷更熟悉老城。没有外国人，都中国人。我们还要去这里拍照片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没拍。没有拍啊，你想要拍吗？对，我们可以拍。要拍一个我们结婚的照片，带着3个孩子。对，都穿一样的衣服，对不对？都穿一样的衣服。这就是有点南洋风格。南是 south， 洋是洋鬼子的洋。对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。南音乐团是大卫在厦门最爱去的地方之一。大卫是全场唯一一个听不懂闽南话的观众，但听不懂反而让他放空，获得无限灵感。南音唱得越慢越见功夫，越慢也越是催眠。老爷爷老奶奶听睡了，2个孩子也睡了，只有大卫听得2眼放光。这个真的给这个发大一点点的你，对我非常喜欢。看他们在跳舞，非常快的人来这里，来这里跳舞吗？对，还有多少年？那我觉得我还是不要跳这个舞吧。我觉得我可以跳得动感一点。看来德国人大卫不知道广场舞对中国女人意味着什么。我还是挺喜欢中山公园的，它小小的。我觉得是厦门最好的公园。最好的公园。这个是一个 fashion 的地方，这个是 fashion 对，这个是一个。这是一个很 local 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很多 local 的人来这边生活的地方。生活。大卫喜欢逛老城区，因为这里有厦门独有的美。南洋骑楼与暗巷民居的共存，通向这座城市包容的灵魂。这个是巴士后面的。对。巴士后面的。巴士，厦门人气最旺的海鲜市场，本地人日常伙食的灵感来源。从小在附近长大的杰哥说，这里一点都没变。伊只有2款，一款这个6个点的，一款4个点，6个点较贵，看茶加泥石蟹，手掌黄道蟹。啊，另外一款是普通黄道蟹。海鲜大叔是杰哥的好基友，一本行走的百科全书，他看一眼就知道面前的水产是外来的还是本地的。假醉。有这个大只，你就甲我讲，我这个细只无用，我大只。杰哥年轻时做过北漂，闯过香港。40岁时，他在故乡开了一家海鲜餐厅，成了厦门美食界数得着的1号人物。7球啊掠2只。一4斤几啊？咁样唔免啦，嗰度只咩啊？我讲啊。呀。哎呀，你最放心啦，我掠这红锅鱼，专门问起5手掠。你个摊迄个头壳个都会晓个卖啊？卖啦，掠红锅鱼我真猛啊！这只若是迄落我肚较细，淡薄无值钱。啊！面对杰哥的犀利点评，老板也只能微微一笑。你甲亲戚来甲我送个店嘛？好啊，我等你甲送过好啊。好。你等甲我送店嘛？好啊，不要紧，无代志。我下晡尾。好食袂歹。
巴士是厦门人回忆里最有古早味的地方，但对于从海上直接拿货的杰哥而言，巴士的水产已不再让他惊喜，而只是他带外地朋友逛的景点。我是唔知的，找伊啉一杯仔茶就咩，找伊啉一杯茶。五香是厦门人钟爱的小吃，巴士里的阿姐五香永远都在排队，可能只有他俩是为了来跟老板喝功夫茶。是啊，这个椰子饼。椰子饼试试，它比较香。这个就比较糯一点。对，会香的。这个也好吃。喝茶时的茶点，厦门人叫茶配。吴磊来拜访本地一支超酷的乐队——雷错电声乐队，刚好赶上主乐手雷氏夫妇的下午茶时间。7、8代了，儿子在鼓浪屿，孙子是读鼓浪屿呢，厦门这个音乐学校。音乐学校。他学拉提的。小你几岁而已。小我几岁了？小你是2、3岁。没有了，应该是没有。哪年的？02年的啊。那小我2岁，我99年的。哎，小我3岁。是吗？哦。就我听说你们有个乐队是？对，我们叫雷错乐队。雷错。我们姓雷，我姓雷。姓雷。错是代表这房子。我们的弹琴这个爱好者一般会。大家在一起。大家在一起。都在这里院子里面弹。每个礼拜都会在这里练习。对。还有时候夏天还会带琴刀。就平时出去演出的时候就当旅行。对。有时会有想过说要搬到其他地方去住吗？那时候不想。没有吗？家人很好。现在很好。我也觉得很好，这里真的感觉很适合居住。对。特别是老人家退休完在这边，比较安静。哇，这个是夏威夷电吉他，这个还要这个，还要这个滑棒。滑棒，你弹第一弦，第一个弦，而且这样按，嘿，就是这个声音。它这个很华丽的声音，其他夏威夷电吉他有着华丽的颤音，像海浪吹起了长发，这是海岛气质的乐器。哦，鼓。给我的吗？给你吗？哦，您好。我们的陈老师。赵人你好。我是团长。吴磊，团长你好。我是你们乐队的，我是你们乐队新鼓手。等一下来欣赏你的这个康巴鼓的这个表演。我不会。中版的节奏。中版是什么？乐队来。你好，你是要来弹琴吗？雷错乐队平均年龄60多岁。楼上张望的小女孩擅长古筝，隔壁传来的钢琴曲则来自80多岁的奶奶。在鼓浪屿，路上偶遇的老人、小孩都可能是乐器高手。鼓浪屿有着悠长的音乐传统，还不懂事就被带到教堂唱歌，成为雷氏夫妇的音乐启蒙。我感觉厦门差别很大，你俩发展得很快。当然，鼓浪屿没怎么变。一到这个地方弹琴，感觉特别棒。你像我们现在，我们也可以听到钢琴声，对吧？钢琴声。是隔壁的钢琴。对，你如果在厦门，隔壁一个80几岁。鼓浪屿是号称世界上钢琴密度最多的地方。鼓浪屿它因为没有机动车，它没有机动车，所以它地相对会比较近，所以传出来声音就没有。因为我听说以前就是在鼓浪屿特别流行那个就是家庭音乐会。对，我们就是家庭音乐会。他们几十年前就在做家庭音乐会，拿粮票换些米酒，招待朋友弹琴唱歌。音乐是鼓浪屿孩子的默契，这也是他们生命中最初的滋味。今天要炸鱼吗？对，我钓的鱼。哇，你钓了吗？小小的鱼。这叫什么鱼啊？黄刺。就在海边钓，直接钓得到哦。哇，盐巴白一点，胡椒白一点，盐巴白一点。不仅有音乐，还有炸鱼。音乐也可以是柴米油盐。在这个变化的年代，
原来也有爱音乐就爱一辈子，在一个海岛生活一辈子的人生。成了，成了，成了，成了！走吧，爷爷。好。哇，这个真的很棒，很棒，很棒。我觉得这次来让我感觉到，就厦门是一个可以让人慢下来，去感受自己内心的城市。我觉得有一些生活，你真的只有慢下来，你才能体验到。的确让我开了眼界。我觉得，其实美好也很简单，美好也可以是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这是大卫在厦门生活的第9年。9年中，大卫从俊美青年成为一个大胡子壮汉，有了妻子，3个孩子。你的鞋在哪里？要穿，要穿好。大卫家日常的一天，从婷婷催女儿穿鞋子开始。大卫自己就喜欢光脚到处走，给孩子们做了解放天性的示范。这个中西结合的家庭里，很多不同的生活习惯和谐相处。我觉得现在是这样，我们要把这些资料都给到人家。我们做的就是一个厦门本土化的东西，我们要做的是一个厦门的品牌，然后以厦门的品牌走向全国。今天早上，大卫家里的气氛有点紧张。你不能，你现在说什么都不会，那就都不要做了。对，我觉得都不要做。你给我生气什么？我不给你生气。啊？我不给你生气。对呀，那你什么意思？我们不是说今天要做吗？那坐下来做谈话的第一步就是开始，不是一坐下来你就在这边生气。这个有意思，但是这个现在我们不要写。大卫和婷婷一家9口，生活在这个租来的小洋房里。有了3个孩子后，生活和事业都面临巨大压力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性。OK， 你有一个大的店，里面可以酿酒，你要200万；还有一个厨房，你还有一个仓库，可能你要300平方不够，你要400平方。你要一个好的厨房，你要一个好的东西，你出2个吧台，你出一个吧台那边一个吧台，然后他们那边要非常好的吃的。你没有这个吃的，你不要开这个店。你在想什么，达伟？你先把一个东西做好再说。你又在一个东西都没做好，都没还开始卖，你就要做别的东西。Of course。什么 Of course？ 当然不是这样子啦。我觉得是这样。你能够把一个东西做好，这个东西能卖得出去了，好了，你已经很好了。你觉得哦，那我要做一个新的东西出来卖。你一个东西都还没开始卖，你又在想一个新的东西。婷婷是实干派，而大卫是梦想家。在梦想落地的过程中，2个人大吵一架。艾米，走，要不要去接哥哥？要去把鞋子。因为要接儿子放学，吵架暂时缓和。抱着我，手牵手，手牵手，手牵手。妈妈还要拿雨伞呢，还要给弟弟哥哥拿雨衣。艾米，你看你变成了一个什么？你变成了，我们还有快递要去拿。我真的抱不了你了。我这样很生气，你知道吗？我很生气，没有，我生气了。没有，不要吵，你再哭，你回家。不要，好，回家。不要，闭嘴。拿雨伞，你自己拿雨伞。拿好了。What would you like to drink? You want a beer or a gin tonic? 晚上，大卫回到胖胖啤酒码，见一个远道而来的大学同学。You want to make a Xiamen beer? You don't want to make a German beer? We want to be a local brand. Yeah. So we make 40 different beers. 大卫爱厦门，他爱的方式是做一个厦门的啤酒品牌。
每个奇奇怪怪的啤酒名字背后，都承载了一段他在厦门的生活。跟我们来，跟我们来 ，I like it very much. Yeah, I remember. I mean, that time you told me that you're gonna move to Xiamen. I never go back to Europe. I was like shocked. So what happened about? You know, I was like, that you really never come back anymore. So I was like, my God. I'm very happy that I disappeared. China, like people. They're all very easy to start something and to stop something and to create something new and try something out. And in Germany, I would never dare to do it, you know. 刚到厦门时，大卫因为签证的问题，可能随时会离开。他和婷婷开店是为了能够在一起。My wife and me like a little bit crazy, you know, like we did so much in this short time. I didn't speak Chinese. She didn't speak English when we met. She, really? She's still. How? Her English is still very bad. How? How this happened? Like I don't know. Just like. 恋爱时两个人语言不通，说不通就用心交流。第一次约会用手机翻译，婷婷觉得那个阶段也很美妙。18 we started to building a bigger factory. Now we are like, it's a little bit scary right now. I have 3 children now. Yeah. You are very cool. I mean. Everything that we built here is not because I'm so good, it's because my wife and me together, you know. Like, and my wife made a lot of things possible, you know. Not just money or so, but also like being local and her personality, you know. Like she's like a much more business capable person than I am. 两个人有争执，但是也有非常多的爱。大卫知道婷婷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是她让一切美好的事情得以发生。黄鱼你要让它身上全部是黄色的，就是要晚上。杰哥店里来了同行，杭州美食界一霸，江南一掌柜兔子姐，他以面会友，用江南手法烧了碗黄鱼面给大家吃。美食界扛把子的交流就是这么直接。来了，黄鱼面。鱼露是用我们这边的吗？我就菜场里买的，刚才。作为回赠，杰哥也用本地食材烧了一道菜。本港小青龙。我是一只小青龙。美食界高手的 battle。谈笑风生间，暗暗较劲，就是让无辜群众看了莫名其妙觉得饿。在外面生活过、吃过各地美食的杰哥，中年后开餐厅只做本港海鲜，因为那是他从小吃到大的味道。对于厦门这片海，他如数家珍，知道什么月份有什么海鲜，甚至精确到天。所以他的餐厅没有常规菜单，因为每天的水产都不一样。这是标准的靠海吃海。那个紫菜多烤一点吧。为什么中年后还是回到厦门？因为这里有熟悉的朋友、海域、海鲜和紫菜。这紫菜是镇海，定海，应该是整个全中国的沿海线最好的紫菜。一年仅在农历10月上市的头水紫菜是杰哥的骄傲之一。这个是本地的小青龙。这个叫酱油水嘛，哈。对，这个就是厦门本地。来自渔民的酱油水是地道的老厦门的做法。渔民船上没有调味品，新鲜捕的鱼倒点酱油煮了就很美味。像这种番茄虾就是用野生番茄虾下去做，我认为虾身能够完全的还原它虾的本味。我是觉得不会输给日式的刺身了。每上一道菜，杰哥都会带着对本港海鲜的自信、骄傲满满的介绍。用筷子蘸一下，哎，就是这个就是厦门辣椒酱，厦门人爱吃这种味道，市面上你买不到的。它这个是原来的那个老厦门罐头厂，它就是专门做这个辣椒酱。但是厦门罐头厂是国营的，倒掉了。倒掉以后就有一批的老工人，他就是专门还在卖自己这个辣椒酱，拿来卖谁？连环海蛎煎就是用这个，就是一些很厦门的本土的一些。小吃的
生意很好的小吃，他提供给他的这个辣椒酱就是原来厦门最老的，哎。有时候故乡就是童年吃过的味道，品尝过不少顶尖菜肴，杰哥最爱吃的还是记忆里最初的那口滋味。对，然后我们来试一下刚刚的那个推舵转向的动作。吴磊来到让他肾上腺素飙升的帆船中心，近距离体验大海的澎湃。上面，脚勾住，脚勾住，直接让吴磊同学来吧。就拿舵。哎，我感觉我要掉下去了。这个时候你的屁股可能会是贴着水的。这个很容易掉下去。就是其实只有你的躺平了。这是只有你的大腿在船沿上。正常你压线的时候。对，我的屁股在屁股已经在外面了，其实屁股已经沾到水了。已经沾到水了。如果这是海的话，你已经沾到水了。那是什么感觉呢？那就透心凉。透心凉就是你的就滑过去，从海面上滑过去。哦，我那种感觉。OK， 你可以抓着疗程试一下。我们这个海峡有鲨鱼吗？没有，有海豚。有海豚。这个湾外有海豚。你们有遇到过吗？有遇到过，这边基本上一周能遇到1到2次。那海豚咬人吗？海豚不咬人。OK， 那来吧。我是要做海贼王的男人。吴磊以摩羯座的谨慎逐一排除危险。连海豚都不放过。没下过海，就是你游过泳，但没下过海。也没有下过海。那今天想体验？我没有在海里游过泳。那可以试一下。陆地学习过后，他跟随教练下海。哇！今天海水这么冰的吗？这个水有点小冰啊。年轻人体验帆船，捞生蚝的阿伯靠一片垫子御风而行。孩子和父母在海边玩泥巴，宝藏大海可以同时满足不同人的需求。这是我。那咱马上就没有了。别走，带我回北京。本来有些害怕的吴磊，落水之后反而激起了斗志，声称要登船再战300回合。没事，男人嘛，你们说没登过船。岸上，轻功水上漂的阿伯已满载而归。大海环抱着厦门，大家上下班就在各个岛屿间穿行。船是日常交通工具，我们上班是4环到3环，厦门人上班是一路的碧海蓝天。大卫一家3口乘船去岛外买红薯，只是买红薯而已，却走出了高级邮轮度假风。去看一看。看一下阿姨在，阿姨，你们在收地瓜呀？作为在沙滩上长大的孩子，艾米见到沙土就一番摸爬滚打。习惯了的婷婷，对她的要求只是不要吃土哦。我们可以放艾米在这里，她非常喜欢在土里面玩。看，她已经在这里玩，已经玩开了。这个放在这比较好料是吗？好料，好料。他说那个，他在说这个话，你听不懂，我给你翻译。好吧。第一个小袋子拿一个送给你。这个是什么？
大卫喜欢用本地原料做啤酒，这一次他盯上了本地著名的红薯，想开发一款适合冬季的新啤酒。虾伯，那一袋是大的还是小的？哇，你给一袋地瓜一样的重，啊？你也是25块，对不对？谢谢你们，给阿姨拜拜，给大家拜拜，拜拜，我们走了，谢谢你们。不抽机对吧？50哈？不抽机。其实今年他们很难，婷婷失去了一份重要的稳定收入，所有积蓄都压在酒厂和店里，又有3个孩子，不羁青春散场，一睁眼就要对许多人负责的现实登台。但每次跟家人走在海边，他又觉得这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。弥漫着海的味道的码头是海边最有活力的地方之一，这里是海滨城市的后厨备料间。吴磊跟杰哥去码头接船，深入体验最地道的渔港文化。今天嗓子怎么了？嗓子哑了。怎么哑了呢？怎么嗓子怎么？太忙了，这个一直在写。你是在写货？对，我辛苦了。杰哥，你要不要一点？我嗓子的，不要。拜信息产业所赐，现在有好鱼，船老大会提前跟杰哥发微信，海鲜还在海上，就已经被杰哥安排的明明白白。这个是螺，海螺。这么大吗？还有更大的。这个一整个都可以吃了。厦门地处东海、南海交界，又是黑潮经过海域，所以它的海鲜物种极大丰富。和我们一样，吴磊也频频发出了“这是什么？这鱼它为什么这么大”的震惊之问。大螃蟹。哇，就被它钳一下，手都会断掉，是不是？我怕它被它钳。哇，谢老板。谢老板。哦，没事吧？他踩我胳膊儿。这个就把东西运上去了吗？对。看我这个活都看到了。皮皮虾。哇，这刺很锋利。太猛了！中国台湾海峡的锦绣龙虾，吴磊抓的这只有7斤多，一条船能抓到1只已经很了不起。这条船人品爆发，捕到4只。这个会吸吗？我摸一下就好。哎呀，这个触感，我感受一下。捕捞船出海一次10几天，每一网的收获堆在冻盘里，抽屉一样摞起来。到码头首先卸活鲜，船老大会绷着脸一直催。忙忙碌碌的人群里，每个人都在为了生活而打拼。10年前，杰哥也曾挤在人群中抢鱼。嘿，用力！耶！哇！走。有很多大妈在那里，也有很多年轻小伙儿、大叔在那里在讨论，不知道讨论什么，因为我什么都听不懂。就那一刻让我觉得就是说，哦，原来渔港生活是这样子。然后，但是那一瞬间让我觉得很美好，因为我觉得这就是生活。有句闽南话叫“天公疼憨人”，杰哥说憨不是傻，而是笨鸟先飞，笨鸟一直飞。老天爷疼爱踏踏实实做事的。
这就是3分天注定，剩下7分靠拼命。我们现在去买一个东西，然后就回去了。13年沙坡尾开第1家酒吧时，这里还是个老避风港，居民都是老年人。大卫和婷婷被当时沙坡尾浓郁的闽南生活气息和人情味吸引，留了下来。我要加那个肠套肠。他在念儿歌对吗？中文讲很好。他在这里出生，这里长大。逛街回去的路上，2个人特意到老店原址附近看望以前的邻居阿姨。当年阿姨看到大卫每天4、5点钟就起来酿酒，怕他饿肚子，每天都给他送吃的。虽然语言不通，但他们还是用比划的方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今天刚好阿姨在，没有小鱼。对，那你煮都一起。婷婷，她的姐姐，她的弟弟，她的妈妈，她的爸爸，3个都一起，跟我，对。我现在非常胖，非常胖，非常开心看到你，非常开心。看这个是以前我们的店。阿姨走了，拜拜。好。他们也在。对，他们在。一路走，一路跟人打招呼，2个外地年轻人就这样，在这个旅游城市找到了家园。非常 nice， 我在那我要哭，他们是怎么拍？他们是到这个沙坡尾我最喜欢的人。对，就是没有，因为阿姨对他，你刚才又拿了他的礼物，对不对？又拿了一袋。就他每次给他什么东西，他都很自然的带走，都不会不要，他每次都带走了。我很多次，可能100次，我跟他说啊，我不要，要，我不要，就现在我不要玩。我们之前做了那个酒，说的是阿姨跟她老公的故事，他们2个人都是这边的人，然后一个人是住沙坡尾，一个人住沙坡头，啊，然后娶她的时候呢，就是从沙坡尾有没有拿一个轿子，好像拿了个轿子从沙坡尾抬到。沙坡头抬到沙坡尾，等于是阿姨嫁到这个沙坡尾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做了2款啤酒，一个叫沙坡头，一个叫沙坡尾，当然也就是这边的，有这么2个地方。Emmy 跟 Alex 他们都有一个杯子，2个杯子是他做的，对，就是生宝宝的时候的，就是被子。但是我每次他们生出来，我们都会抱过去去找他，但他有的时候就是不在啊，就是以前就不常在，所以就很巧的，刚好他今天就站在门口迎接。来了这里，我们非常爱了这个沙坡尾，因为我们认识很多这个不一样的人，有意思的人，他们都不是这个厉害的人，有 power 的人，但是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。我看到你了，爸爸带你今天去看高甲戏，来，我给你拿。今天沙坡尾有高甲戏，杰哥给全家人订了位子。我拉着手。在大海上飘摇时，杰哥说自己像摇篮里的孩子。在妻子和儿女面前，他是一个跟大海学习温柔待人的丈夫和父亲。城市在变大，渔港和海鲜市场远迁，蛋民慢慢上岸。但是人和大海的连结依然深厚，童年记忆里最初的那口滋味也永远不变。杰哥也还是固执的只做本港海鲜，坚持不变是为了更稳地迎接无穷的明天。今年沙坡尾没有的宋王船，中山有。上午王船绕境，晚上烧船画集，现场来了几万人。也许每个人都需要一些好运，我们也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。
生在鼓浪屿，工作也在厦门，退休也在鼓浪屿退休。再一次来到了厦门这个城市，真的感受到了这个不一样的魅力，也让我感受到了非常就是有意思、非常值得人们去了解、去融入的文化。对厦门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，而且我由衷的、发自内心的想要再来一次。可能厦门不是一个 exciting city， 但是它是你的 daily life 是非常非常好，它是非常 convenient， 它是非常漂亮，它是非常 nice。酒厂，大卫的地瓜酒做好封存，等待发酵几个月后的美味。爱拼才会赢是每一个闽南人的特点啊。休闲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工作，更好的去拼。天气转好，杰哥终于可以出海钓鱼。钓鱼是我唯一的解压方式。我在很多地方都有待过，但是没有归属感。厦门才是我的家。巴士档口，李夏生白衣飘飘地站在同一个位置，卖了40年的沙茶面。展示一个妈祖的故事喽。在福建莆田3、5厨的课堂上，婷婷的双胞胎姐姐圆圆正在带小朋友们学习闽南传统文化。在厦门的拍摄中，我们吃了土笋冻、海蛎煎、沙茶面，厦门的食物里都荡漾着海的气息。我们深入大海，见到无数大鱼，也与形形色色有趣的灵魂相遇。在这里生活的人，世界太急躁时，他们就会望向大海，海水孕育一切，但是从不限制。于是这里的人们也像大海一样，有着自己的节奏，小而美的生活，像潮汐一样缓慢、坚持而有力量。我心里面的这片海，就是家门口的这片。本节目由痛快中国燃的康师傅冰红茶独家冠名播出。确实，你目测就能感觉大拿往右斜了一点。千年的古都，悠悠的文化。咱是前人，这是生命的亲情。更多节目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、新浪综艺。